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谭松韵古装回归，兰香如故为剥仙丝。原作者求署名被无视。谭松韵那双眼睛，把一个女人从云端跌进泥沼的劲儿演透了。预告片里，她站在林府廊下，灰扑扑粗布衣，手里端着托盘，对面是锦衣华服、居高临下的刘学义。他低着头，眼神没低沈佳兰的傲骨和许兰香的卑微凝在同一张脸上。就这一个镜头，把兰香如故定在了2026暑期档最值得盯的剧第1位。可这部剧还没开播，戏外的价已经炒到了热搜第1。沈佳兰原本是当朝大学士府的嫡长孙女，跟吏部尚书家的长孙林锦旗自幼订婚。朝堂风云突变，祖父被扣上谋逆的帽子，沈家满门抄斩。林家为了自保，火速退婚，转头就跟御前新贵赵家联姻。救下沈佳兰的是母亲崔氏曾经接济过的林家家奴许万全夫妇。他们刚病逝的女儿叫许兰香，夫妻俩用女儿的身份瞒天过海，把沈佳兰塞进了林府，从一个3等粗使丫鬟做起。谭松韵一人分饰2角，千金沈佳兰和顶着许兰香壳子的那个丫鬟。这个开局听着像爽文模板，忍辱负重，终有一日报仇雪恨。但这剧的扎实之处恰恰在于女主没有金手指。沈佳兰能在林府活下来，靠的不是男主突然开窍，也不是什么天降系统，她靠的是贵女时期学的那些不务正业的本事。算理账目，能清查府里的烂账，在妻妾争斗和仆从倾轧中步步为营。祖传至香，沈家世代相传的技艺，帮他打通贵妇圈层。医术律法，一边救人，一边暗中搜集沈家冤案的证据。经商头脑，后期联合底层女子创办商帮，掌握经济筹码。这些东西在贵女时期只是锦上添花的才艺，在沦为丫鬟之后，成了她跟其他丫鬟拉开差距的硬实力。害死她的是沈佳兰这个身份，救她的也是沈佳兰这个身份积累的东西。这个拧巴劲儿，比任何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口号都来得实在。林锦旗这边，刘学义演的是一个外冷内热的双面权臣。他坦言挑战最大的是演神戏，所有角色都带着800个心眼子，一个细微动作就内藏玄机。沈家灭门，他退了婚，可每天在林府里，他都能看见一个眼神不太一样的丫鬟。他不知道那是沈佳兰，他看见的是许兰香。可这个丫鬟查账时眼睛里有光，制香时手指稳得不像粗使丫鬟，说话做事透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贵气。他开始怀疑，开始试探，开始接近，但他每一次接近都是错的。他接近的是许兰香，不是沈佳兰，而沈佳兰就站在他对面，看着他一步一步走向一个假身份。预告里有个镜头特别戳，沈佳兰甩了林锦旗一耳光。一个奴婢敢打主子，那是拿命在赌。他忍不了了，那一耳光打的是林家的趋利避害，打的是这个吃人的世道，打的是他自己的命。这部剧让我觉得爱可以追的不是男女主的感情线，是那群女配角。赵兴堂、李梦氏、林锦旗之妻，靠联姻上位的世家贵女。你我都是笼中雀，只不过我的笼子镶了金边，她不是脸谱化的恶毒女配，是困在封建联姻里的世家贵女，满心不甘却身不由己。杜翠雀正和惠子是无父无母的孤女，前期温婉，后期黑化，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姑娘，不狠根本活不下去。林秀丸吴甜甜是表面娇滴滴的林家小姐，不站队不掺和，偷偷给自己攒嫁妆铺后路。玉蝉叶青是守着一个小铺子过日子，活得比谁都通透。薛桂花郭柯宇是共同构成复杂的林家生存图鉴。这些女人不是围着女主转的配角，她们有自己的欲望，
自己的算计，自己的活法，想读书的，想科举的，想攒钱的，想守铺子的。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这些念头放在今天，就是一个女人想为自己活一次，这才是真正的女性群像。腾讯视频把它定位为 S 加级古装大剧，景40亩明代实景园林一搭建，还原明代江南世家风貌。服化道参照明代古朴纹样，融入苏绣、缂丝等非遗工艺。谭松韵一套缂丝裙制作周期长达3个月，集数40集。班底总编剧桐华，步步惊心长相思，联合编剧萧楼，导演黄颖香、陈丹，主演谭松韵分饰沈佳兰、许兰香，留学亦是林锦琪、李梦、郑和惠子、郭柯宇、牛俊峰等特别出演。谭松韵的突破挑战从16岁到80岁的年龄跨度，老年戏需要6小时特效妆。截至2026年6月底，腾讯视频站内预约量已突破300万。多方消息指向暂定2026年8月24日左右在腾讯视频独播，但预告片口碑并非一边倒的好，有观众吐槽慢镜头太多，喊口号，强行上价值。这点的诚实说，这些年打着女性觉醒旗号的剧翻车的太多了，口号震天响，剧情撑不起来。兰香如故的根基是扎实的，女主每一步逆袭都有具体的技能支撑，能不能扛住口号化的、质疑的等正片说话，这是这部剧最尴尬也最值得说的事。2025年5月7日，兰香如故官宣，海报与文案中多次未标注原著作者何燕山，甚至将其笔名错写为何燕山和谭山。何燕山发微博维权，他的核心诉求就一句话：既然书名和人物名都被修改了，并且经沟通对方也不愿意改回，那么我希望宣发文案片头出现原作者和原著双引号。作者多次沟通后，仅出品方之一的腾讯视频在宣发中标注了原著何燕山，而由另一出品方星联影视掌控的兰香如故官方微博发布同样内容时依然删除他的名字。更让作者难以接受的是角色名字的全盘替换，原著兰香原，剧版兰香如故。原意陈香兰女主，许兰香、陈香兰象征隐忍沉淀。林锦楼男主，林锦琪出自《诗经》，为诗上赋，实为阴阳，暗合武将身份。赵月禅、袁绍仁等全盘替换，文化密码被抹掉。何燕山在微博上写要改掉全书所有人的名字，真的很匪夷所思。双引号。他微博评论区点赞最高的一条评论是：你不站出来，真的会有很多不明所以的路人以为这是桐华自己的小说改编。双引号。这是引发网文作者集体共鸣，多名作者匿名控诉签合同后即失去作品掌控权。桐华这边给出的回应是名字能改，古写不能改。从改编策略看，剧版确实做了方向性调整，弱化原著中的强取豪夺情节，把重心放到女性成长加阶级突破上。可沈佳兰洗刷了冤屈，何燕山却还在为名字挣扎。一个经历了灭门、退婚、隐姓埋名当丫鬟的女人，有没有资格谈原谅？剧名兰香如故，兰花香气还和从前一样，意思是人从云端跌进泥沼，风骨不改。至于剧方到底会不会在片头给何燕山留一行字，沈佳兰最后攥住的是不是她想要的，这些答案都得等剧播了才算。